换你背他。好，你背我。他说你背我。等一下，我要倒退走了。等下摔死，喜剧变悲剧。那时候我在这里帮你拍张照的，我记得我站在那个上面。对，你站在这上面，因为我觉得这里风景很漂亮，我就叫他站上去。对，就类似这样的角度，一模一样的脸你很厉害，永远都不变的那个。另外这里有一只不知道在干嘛，最好啦，这边怎么拍照？有人就是为了躲太阳而已。你拿石头干嘛？然后丢人是不是？放下你的武器。我忍不住了，我要说好热，好热啊！不行，你今天要忍住，热死了。他说他要脱衣服走，你们要看吗？你要看吗？你们要看吗？我们是开玩笑的啦。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个凉亭。为什么印象最深刻？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雨辰那时候就是想要讲欲言又止，真的。对，就想谈我们的关系吧。但可能还没有消化完。大家都还消化吧。我是想说，我讲了，可能你们还没准备好，时机点不讲还是得讲。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难说，真的很难。其实你要当第一个开头人蛮难的。上不去了，啊，好怀念。无法重回凉亭了。可是我们那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子冲进去吗？不是，是在上面太围起来了。对啊，因为那时候凉亭很漂亮。那时候我就记得凉亭只有我们3个人，那个风景超美，真的风景很漂亮。其实那时候也有许下一个心愿，就下次来的时候要去爬那一座。对，我们想要攻顶那边，因为那边你看小小的，有一些都是人，你看那小小在动都是人，那我就看到说天哪，就是大家怎么可以爬上去？在画面上真的看不出来，真的太小了。你看不到吗？看不到。好啊，我拉近看看。这可能要爬1个小时吧。有小人。目的就是告诉你故事而已，爬那一座就是再下一次。看来我们还要第3次。我们下次再去攻顶。下一次，没错，下一次就跑了。我觉得心境真的很不同但现在是笑笑讲，可是我觉得当时大家的气压都很低。那时候走路的时候都心事重重的，也是笑不太出来。如今可以在那边很开心牵着手，亲来亲去，戳来戳去。啊，我现在要比那时候好看。有。看就好。什么问题？爱你，好爱你。超敷衍，你看这个多敷衍，直接走了，好可惜，有在重建。说不定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建好了。这一段是我觉得是景色最漂亮的地方，往下走到冷水坑。那些树尖尖的，很可爱，那树很可爱，尖尖的。干嘛在偷情啊？被看到？别都说我们都没有互动。那就跟你互动，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短片。对。下来，回到主干道了。最后一段路，最后最悲情的一段路就在这里发生。没有吧，在车上发生。等下再来讲这个故事，悲情的故事。阳明山的特色就是温泉，有闻到吗？然后都是硫磺。这也可以泡脚，没时间给脚控看我们的脚，没时间给脚控吗？大家想看脚吗？周学傻眼，以为要到，不是啊，现在到了。你在讲什么？他已经累到语无伦次了。不是啊，就到了吗？我还要到哪里？这累得半死的小猪，教课。
回到车上了，好远哦，哦，太累了。我们走下来了。还记得我们在下山的那段路最沉默，然后我一直在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开口，可是没有时机是好时机，当下直接讲出来就好，没有更好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你最厉害是因为他是直球对决型，他们两个都不敢讲，可能吴军的身份比较不好讲说，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划清这个关系，然后周学也无法厘清我们3个人的关系，所以我就直接问说，那现在我们3个人的关系要怎么样定义，或者直接讨论说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让彼此关系更好，或者是下一个定义。因为周学一直觉得说我们的关系需要有一个定义去说我们怎么样相处比较好，不要觉得我们的界限好像太模糊了，感觉像朋友又像是另一半，可是明明上就只是朋友。但是说他那时候就是有一点想要理清说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他也不想要再这样子下去，他直接就想要把他自己想法讲出来。可是我的角色是有点类似夹在中间的角色，我也不知道说到底该如何回应他那一段他的告白这样。谁在告白？说他在告白，讲出来之后，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讲，然后周学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讲，我们都在消化中。我讲出来，然后车上就全部沉默了，没有人讲话。说我在这几月看到就学有很大的成长，是他越来越能理清自己的情绪。因为当初我们跟他反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或是他现在那时候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都讲不出任何的话，他都没有想法，他就只能沉默。然后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想法。可是经过这几个月之后，不管是自我成长，或是看书，或是跟我们相处下来，他都可以慢慢理清说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会是什么，或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有现在这种感受。所以现在能很快回馈说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周学的脸都是这样很忧郁的感觉。没有，我觉得你刚才讲话让我一想到我那时候的我觉得那个状态我好可怜哦。我自己有感受到说我自己的成长，但我现在回想过来，这真的会很痛苦。现在这个状态我是开心，我是高兴的，这段路很痛苦。对，这就可能就是成长的道路就是不容易的。对啊，我觉得这段路大家都有各自的受折磨吧。就像当初我们在讨论这个关系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很低潮的情况下，每天上班就没什么心情上班，不想要面对生活，就觉得就想到感情的事情觉得很麻烦，我整个就很低气压，整天都提不起劲。我们看似就是都表面上都很开心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大家的心态都调试很多。只是我觉得今天回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可是那个整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我自己认为是往很好的地方发展，就是跟当时的那种处于一个很焦虑，然后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该去如何解释的那个状态中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我们那时候就是整路就是根本没在互动，也不是说没在互动，就是说很难有什么说什么话，然后跟彼此讲什么东西。然后可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就有说有笑，我觉得还不错。那时候还在各自沉淀吧，因为我讲了那些话之后，你们就在想那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定很好奇到底讲了什么话。其实那时候的结论是，就学当时还没准备好3个人，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就是那就先退为朋友，然后先梳理一点点的关系，再去跟他们继续来往。我那时候心里是这样打算的，然后就想说，最后我在下车的时候，我就亲了他们2一下，然后我就当做这是最后一次亲他们，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传了一大段话给他们，就说这几个月或者近几个很开心跟你们相处，然后如果你们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就说那时候就用朋友的关系继续相处，可是也不知道后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我就想说，有一个结尾或是先下一个定义会比较好，至少你不会那么痛苦，我们3个都不会这么痛苦。对我们当时来说，会是一个很棒的释放吧，或者是一个解放的感觉，就是终于放下心头那块大石头。因为至少已经先想好说我们该怎么样相处。可是在这之前呢，都不会觉得不舒服吗？不舒服的点是，我真的很想有个定义，至少不会在这样子的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下，都不知道说自己的角色定位到底怎样。我到底可不可以对你放感情？我到底会去喜欢你？到底可以突破这2个人的框架？
不会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没有什么设限的，所以跟你们相处我都没有说这样会很奇怪，因为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也没有。可是我也可以无设限啊。可是如果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一直把这个框框一直把它变大了。那你怎么不当讲的那个人？你就自己心里在不舒服吗？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像现在一样很会比较会沟通。就是他成长的地方。对啊，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沟通能力真的提升非常非常多，而且当时也是开这一条路下山。对啊，不知道怎样，我有点忘记剧情这样，你就过来，然后在中间这个地方，对啊，然后跟我们讲说，那你就是很直球对决，看告白。也没有啊，我就会问说什么关系啊？我说你们两个觉得，那我们现在的关系要怎样会比较好？很像在告白啊。对，就是女生在问男生说，他不承认，他现在不承认所以是告白，这就在问说，所以我们现在是对，男女朋友。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你们讲说，我很喜欢你们两个，可是这样的我们的相处好像让我们三个都很痛苦，因为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互动，所以才为你们做结果。好，那再给你告白一次。不要。Baby， 我再听一次。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关系？你是我的谁？你死字哦。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回家就传了一大段话给你们，对不对？很多到晚上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嘞，你们看到什么心情？下午晚上就传了一段来，可是我们就是迟迟没点开。我想说回去再看。不敢点开。对，就是不敢点开的心情。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传超过3句，通常没有好事，就是大事，就是大事。大家都会幻想说3个人感觉好像，告白上会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我觉得也没有，有时候也是一直在这种你该不该跟他讲的天人交战中。最好奇的应该都是怎么告白，或者怎么进入3个人的关系。但每个人3个人的关系好像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就是根本也不需要定义，就自然而然在一起。可是像我们就是有真的好好理清，然后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相处，然后怎样去做比较好。我们有把关系至少是说清楚的，才开始下面自己各自形态的调试等等。你们看完那个讯息之后，你们对我做了什么回复？回去好像就一路在讨论之类的，是吗？我有点真的忘记了。他记忆力很差，这种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忘记？后面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很长期的事情，很长期。对，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触发点。就阳明山是一个大转折了。对，原本我原本决定说那就当朋友就好了，可是后来他们传的讯息好像是说还想再继续相处看看。应该是有那一次的对谈之后，我更了解说我们之间，就你们给我一个定义了，所以我才可以去接受这段关系，然后才可以真正的去跟这段关系做相处。对，要不然在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说我到底该以什么样的角色，或是到底要怎么去回应这段关系。所以有那一次的阳明山之旅之后，我们这样深度的沟通，我才知道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发展看看。但我记得那时候是说，你们还是会以彼此为主，然后我是在旁边的那个，就先那样试试看。好，而且那时候还有讲说，我可能会比较不平衡，在那时候我就担心说我可能会比较不平衡，对，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可能多照顾，或是多把一些时间花在我身上，或是多花一些心力在我身上。对，然后你们两个就以彼此为主。对，可是你也很接受啊。对啊，就我们这样子讲话，你也是很接受。因为我那时候就喜欢你们的陪伴啊，然后我想说，如果可以跟你们多相处的话，也无妨，因为我觉得陪不陪，或是有没有把我当第一顺位，我都没关系啊。这个好像也是3人关系中很重要的部分。在这段关系中，我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3人关系中没有一个人是主角，而是大家都是彼此的配角，就是大家都是会为彼此着想，然后去可能要觉得说我们两个相处。是不管是私底下相处，或者是我们3个相处底下，我们都是互相去衬托，然后希望大家都达到一个平衡点，往更好的方向走。我觉得，后来做学意识到说，3个人在一起不可能是2个人先以彼此为主，然后第三个人才是偶尔加进来的，因为对谁来说他都觉得不公平，对吧？对，你后来就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要3个人要平衡的话，不会有谁重谁轻。
因为周自己也觉得说，如果要以好的发展的话，就应该是都是平衡的，就是大家都各做自己，就不需要去太在意说平不平衡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太关注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其实那就真的没有所谓的平衡。对啊，那就只是一个假象。所以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想要到达那个境界，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就必须说让我自己改变，然后让我自己成长。所以我也告诉他们说，假设如果我真的有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也想要让我自己改变，所以就是那是我就在转变。因为我现在才知道说，你上一次那个阳明山之旅，就是你对我们，你亲我们啊，然后还有跟我们出来，你都把它当做是最后一次。你不知道吗？我传的讯息明明就有讲。有啊，他讲啊，他讲啊，你都没太仔细听。就是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件事，就是你把它当做最后一次，怎么？对啊，感觉好悲情，或是好浪漫的感觉。你也没想好浪漫的一面吧？我的讯息有跟你说，他有写，他有写，就那就当这次最后一次，然后刚刚在车上亲，那你回家有没有偷偷哭？没有。你有掉泪吗？也没有掉泪。没有吧？啊，太便宜了。屁！你真不容易掉泪。这两个极端子，一个很不容易掉泪，一个是疯狂掉泪。一个爱哭包，爱哭，有够爱哭这样。大家去看我第2支泡温泉影片好了。也是有哭的。而且现在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很棒，越来越好，我觉得蛮可爱的。所以这支影片有让你们更了解说我们的爱情故事吗？对，这算是开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端。对，这是蛮详细的介绍，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到底怎么开始。那这个就是一个起点，我们3个人的起点，算是发展的最一开始。阳明山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转捩点，所以我还是会把它视为告白，虽然有人死不承认。你不是那个几天之后，你就觉得说我们2个在一起了，可是我自己认为还没有。他把它当作真的告白，但我觉得还不是。每个爱情故事都很精彩，其实我跟他一开始在一起也蛮精彩的，很精彩。可是那真的是可能要再拍一次影片，太多。这段时间走真的太难交代清楚了，大家可以就是从影片里面慢慢把这些碎片把它拼凑起来。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好，我告白完，或者是我只要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们2个就在一起，会在一起一辈子。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是你真的要花很多心力，然后很认真的去经营一段感情，你才有办法从中再获得更多。对，就是在一起，然后呢，那后面还有很多故事或者相处跟沟通需要去做。这个时间轴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前后顺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3个人可能都对我们这段时间轴的过程，其实都有各自的见解。像我现在听到说，他那一次请我或是那些行为是都以最后一次的角度来对我们发生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很浪漫。你居然到现在才知道，我是比较惊讶于这一点。你根本就没有在看我的文字，好不好？没有，而且我也觉得，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你那时候说这一句话其实是告白的意思。没有啊，我都跟你说就到这里为止，那也不算告白，我是说明我对你们的喜欢。如果不能接受，不能往那边走的话，那就仅此而已，就到此为止。听不懂，但我就会把他那句话当作告白。对，假设没有我们3个人在场，只问其中一个人，你就会听到那个人的版本而已。永远抽不起来一个完整的故事，一直无限轮回。3个人各自有各自的难处跟复杂的情绪要处理，可是每个人面对的都完全不一样。是对一个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感情观重新洗牌、重新去成长的过程。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各自都会成长。真的觉得是，因为你还是要跟很多朋友们，每次遇到朋友都要解释一次。然后大家很好奇说，到底3个人怎么在一起的？又无从开始，因为太复杂了。你这还蛮用心，还是场景再重新再来一次，重新走一次。好险，今天一整天都是好心情，没有任何沉重的感觉。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跟大家分享的爱情故事，然后带大家重回我们的第一个感情转捩点的爱情场景。有空的话可以到阳明山走看看，那边真的很漂亮。搞不好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啊，我们可能再认识多一点人，搞不好我们可以一起去爬那个宫顶。
那我们3个就可以了。对，那个不用我不用很多可以约大家一起去啊。很多人，别人只会想说啊，你们是有多家人的，是不是？好了，那今天就这样了。拜。你们。拜拜。